大家好，我是游子。一大早起来给 Sam 拖到 Home Depot 去，他说先去海边走走，然后陪他去 Home Depot。哎呀，其实我起来已经9点半了，洗刷好以后整理一下就出门了。你看看海滩上，今天天气特别好啊，昨天是刮了一晚上的大风，所以早上海滩上那么多人，但是海滩上风还是蛮大的哦。看看这些海水，好治愈哦，那水太蓝了。远处还有一条船，不知道是不是货轮。Sam 说是中国来的货轮，希望他们都平安，不要再出撞桥的事故了。说起撞桥，那艘船它其实已经在2个小时之前就已经失去了动力。Sam 说这下保险公司要赔大钱了，有可能赔得底朝天了，但是买单的还是老百姓所有的物价有可能还要涨。我跟 Sam 说涨呗，我们也吃不了多少，吃还是吃得起的吧，还是鸟开心啊，他不用愁这些，人愁的事太多，所以呢，告诫大家，什么事都不要愁，不开心说出来，哭一场，叫一场，骂一场，好了，就放下，千万不要放在心上，这样会伤了你自己，让那些做贼心虚做坏事的人自己去受报应吧。天好了，大家都出来了，现在已经是中午快12点了，还没吃饭呢。好多人带着他们的狗狗都出来了，为什么？天太好了，看到吧？都是全家出来晒太阳，但是真的很冷的。昨天晚上差不多家里只有50几度，也就只有10几度吧。Sam 早上起来生了火炉，他说已经很久没生了，但是太冷了，让你们欣赏欣赏海浪。海浪还是很平静的Sam 在催我了，他说行啦，我们可以去 Home Depot 了。我说行，他说你要买什么？我说我去买点土吧，朋友给我的草莓我到现在还没种下去啊，我需要一些土。20分钟以后我们来到了 Home Depot， 一进 Home Depot 这条路就发现 Home Depot 经常会在暑期学生放假的时候开一些课程，教学生怎么用榔头，怎么用 screwdriver， 怎么修你的房子。好多退休的修理工老师免费来教学，家长们带着孩子来上课。你看这些孩子大概也就是6、7岁吧，你看围着 Home Depot 的围兜，我在那边拍，你看那个 Home Depot 的那个服务生跟我竖起了大拇指。你知道 Sam 跟我说什么？他说你看看，全是老外的孩子，没有中国人的孩子。我说中国人的孩子都去学跳舞啦，学打球啦，还有学算术啦，补课啦。我说只有老美他们会注重小孩的生活。我一直认为孩子书读得好，或者说这个人是什么博士生、学霸都不重要，我觉得重要的是会生活会自己照顾自己。你要知道这些孩子以后长大了，他们都会拥有自己的房子，但是在美国人工是很贵很贵的。如果他自己学会了怎么修一下水池，修一下电，我跟你说那是省了好多好多钱哦。就说我们家有14扇窗户，还不是落地窗，只是窗户那个时候我们换一扇窗户呢，窗户只要$240，但是工钱他要300多。那 Sam 就说了，他说我们
就这条路的头上那户，他跟我说多少钱的窗户就是多少钱的工钱嘛，为什么你要多收我们就是几十块呢？70块吧多收。他说因为你们家的 view 比他们家好。这什么理由啊？ Sam 一生气说算了，我不要你们修了。我们俩就是到这个 Home Depot， 他边上周末开课，就是怎么把旧的窗户拆下来，怎么把新的窗户装上去。我跟 Sam 两个人就去了2个星期，周末一个星期呢是拆，一个星期呢是那个修。你看他那个牌子也写着 free 只教小孩拆这些东西。那次我们去的是教 adults， 就是教大人怎么拆这个旧窗户，然后换新窗户。结果我们俩一看就搞懂了，回来以后就试着拆一扇。一天我们俩拆了1扇窗户，装了1扇窗户。一天因为开始真的有点搞不懂差点它里面有根弹簧，拆的时候那个人特地关照我们要小心，这个弹簧把它剪断的时候人一定要离得远一点。 Sam 忘记，我也忘记了，真是危险Sam 因为是很小心，都会戴上眼镜套什么的，所以还好他头发稍微，他也没几根头发，稍微有点风刮下了一下，没有碰到自己。一天就装了这么1扇窗，但是第2天我们就休息了一下，总结了一下这1扇窗为什么装那么久，为什么拆那么久，要小心什么。我没想到第2天我们拆了2扇窗，2个窗户。第3天我们装了4扇窗户，只有1个星期把14扇窗户全部拆了装了。当然这个装只是初装后面 Sam 还是用了好长时间差不多1个多月吧，因为窗户的框子还是木头框子，换上了速干窗以后它会有一点这个缝隙那也就要把这些缝隙都填满，这样风就不会吹进来。后面我们2个人又花了2个月的时间把落地窗4扇很大的落地窗换好了，但是换好了纱门打不开，为什么呢？我们不知道怎么去调试。后来我们打电话去 Home Depot 说我们可以 free 帮你来调试的那真的太棒了。那个工厂里来的调试员就几个小时吧，就把我们4个窗的窗户全都调试好了，很好开也很好关。又过了大概最起码10几年吧，那个纱窗都锈了，有的都破了，它是免费给你来换了新的，服务跟质量都是相当好的。所以如果你自己能动手做这些事的话，就会省了好多钱。所以从小培养你的孩子就有这根筋这是你一生中必须要碰到的事情，也是你必须要学会的一件事。说实在，好多中国男人女人都不知道拿榔头，也不知道怎么弄用螺丝或者电锯或者什么的，真的都得学呀。我也开始什么都不懂的，说着不好听的，我看中 Sam 的不是钱，不是房子。说实在，当初我也没觉得这个房子好在哪里说实在也就是个风景好，房子绝对不是什么豪宅，就是一般般的房子。那要说钱的话，他已经退了休，根本没什么钱所以说我看中他的是什么呢？质地，他可以教我怎么在美国生活，我看中的是这一点。Home Depot 是里里外外好多花呀，而且今年的花不是很贵好像别的东西都涨价了，这些东西没什么涨价。昨天朋友也是去 Lowe's 看到了好多肥料跌价，待会儿我跟你们讲解一下这些肥料的用处跟它怎么用。我今天就不去 Lowe's 了，因为这些肥料吧，我家里去年都有但是现在真的是好价钱你们可以去囤一点这样的货。哇，刚刚外面我拍了好多玫瑰，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欣赏到？现在这里边都是季节的花，一次性的
有的是可以过冬啊，有的是过不了冬的。我呢来这里看看，主要是让自己开心呗，因为花看了让你养眼开心。除了海，那就是花，生活有多美好啊！我去卖那个 parts 的地方呢看了一下，本来想买2个吊兰种那个草莓，但是我看了这个吊兰啊，我觉得它好像吊的东西都是塑料的，那太阳一晒就脆了，而且我想来想去，我们家好像没地方可以吊，所以我放弃了，现在去买土。好多人问我买哪个土啊，我现在发现啊，价廉物美的还是买这个 raised bed 的这个土，差不多就9块多一点。前面那个蓝土黄土啊都要17块16块，真的它呢只是放了肥料了，所以贵。这2种土呢，它是放了半年的肥料，也就是说你拿回去就直接种，什么都不用管种1季了以后你再加别的肥那个时候有可能营养就会流失很多了嘛，但是一买回去这个土就可以用的，不用再加什么的。这个土呢是 organic 的 potting mix， 也是做 raised bed 用的这个土。我们家2个种植床都是用的这个土，但是我下面呢全是用的堆肥土，所以肥是很足的，然后上面我才放了2包这样的土，为的是这个土呢它还是蛮细的，问题是什么呢？它肥放的不多，几乎没有什么颗粒肥的，都是有一些鸡肥或者是牛肥吧，估计都是牛肥。我因为打开闻了一下所以呢我要是放在 raised bed 呢，我就不需要再放别的肥，因为我放了堆肥土。但是我今天是为了种 strawberry 是盆栽土，那我必须要放一些颗粒肥，底肥要足。另外我买了1包这样的药，是给杀那个鼻涕虫跟蜗牛的。因为今天早上我起来发现我的菠菜我的那个黄瓜好像给什么虫拦腰咬断了，所以呢估计就是这个鼻涕虫，我也懒得半夜里起来抓，所以我就买1包这个药吧，给它撒一下。这2天我就不浇水了，再说前几天已经下过雨了嘛，地下其实还蛮湿的，但上面是干的，就这种时候这些虫都会出来，尤其是晚上。所以呢我今天傍晚之前把它全都撒到地里去，希望今天晚上能杀掉一批虫。这1包差不多11块多一点吧，我估计这1包差不多会用完，我希望1季就撒那么1次吧，因为现在是换季节的时候，容易出现这些虫。刚刚那个1包土就跟 Costco 买的这个土的价钱是一样的，9块多一点，但是我觉得它比 Costco 的这个土要细。这个土如果你要育苗育些豆什么的应该没什么问题。我准备拿一些来育这个空心菜苗，如果拿这个土育苗就不需要放肥了。出门时看到这个牌子10块钱3种，可以买3盒有辣椒有番茄，辣椒有辣的跟不辣的，反正你们如果要买的话这个价钱还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还是苗圃的比这个便宜我觉得买这些苗吧主要还是要看品种，如果你喜欢的品种就无所谓价钱了。花也很多看到吧，我在这里等 Sam 的车，顺便给你们看看绣球花，可以才13块，那么大的绣球花可以买好了，回家做午饭。我今天看了 Home Depot 没有任何东西跌价，但是 Lowe's 它的土也跌价，然后它的肥料也跌价。先来说说这个土，这个他说是 Garden Soil。Garden Soil 的意思呢，就是放在你地里边，让你的土地呢改良一下。就比方说你是沙土，或者说你是这个粘土，它这个土放进去，因为它这里边有 Humus， 放进去以后，它就可以让你的土呢就更加松软，更加怎么说透气。
它也能储存水，因为粘土跟沙土都有这个问题，存不了水。尤其是沙土啊，沙土这个水你浇了以后它就流失了。那用这样的 garden soil 呢去 mix 一下呢，就去改良了它的土。这个土是属于可以改良你的土质的，但是这个土没有一点营养的啊，所以呢，你要种什么呢？还是要放底肥。那底肥我们用什么呢？如果是有机，你可以去用鸡肥、牛肥、养肥，还有马肥。马肥是很壮的，在托伦斯这里有好多马场，他们有的时候有免费的马肥啊，让大家去拿的。我呢实在是拿不动，我们家也没有劳动力，有好多爸爸妈妈都是叫他们孩子放了假以后周末去拿，也是让他们锻炼身体，也是让他们锻炼他们的劳动的这个能力吧。买一包 construction 的垃圾袋，因为一般的垃圾袋实在是放一点点它就破了，所以 construction 的垃圾袋呢它就比较厚嘛。当然如果是装满的话，你根本就拿不动，也会破的。但如果你有那种小的垃圾桶，就像我朋友那天买的这种小的垃圾桶，或者是 Home Depot 那5加仑的桶，可以去装几桶。装了以后呢，就是把塑料袋把它蒙上，因为这种桶是很便宜，但是盖子它卖得很贵，所以呢，你不需要买盖子，你就用那个垃圾袋把那个桶封住，它在里边沤它半年。我跟你说，等它没有臭味道了，你就可以放在你的土上，就像撒肥这样，撒了以后翻土去让它做你的地肥。那还有一种像我呢，买鸡肥颗粒鸡肥，还有堆肥，我用的最多的是堆肥。接下来再跟你们说说这些干的肥。当你看到那么多 on sale 的肥，但是你又不知道我到底买什么样的肥，尤其是有的朋友英文不好，或者他从来没有用过这样的肥的话，他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那我这里就给你解释一下这几种肥的用途跟用量，还有它怎么个用法。就看这两种，一个橘红的，一个是蓝色的盒子。这两种呢，橘红的上面很明显画着这个橘子，还有 avocado 在上面，看到吗？那就说明它就是给果树用的。那边上那个蓝的呢，你看只有枝叶，那就是给这些树，也就是氮肥比较好的。所以这个两盒应该是很明显的就看出来它好在什么地方了。看它3个号码，一个48444氮肥，8跟4就是磷钾肥。那另外一个盒子呢1333，13是氮肥，所以树枝呢是需要氮肥的，所以它的第一位数字就特别高。它怎么用的呢？你看下面它还有一个小图在那里，像个小钉子，看到吧？那就是里边是一颗颗钉子，那你只要直接打到土里边，每天浇水，它就慢慢就会释放的。一般这样的肥料呢，半年已经够用。我不知道我这样说你学会了没有？另外你看到吗？它边上还有一个小榔头打下去，看到吗？这个就是钉子肥你们认识一下这样的肥料。它没有一个地方写着 organic， 那就说明它是化肥不是有机肥。那就看你自己。我觉得果树放些化肥没有什么碍处，树绿的树放些化肥也没什么碍处接着我们来看这个肥，它每一个画盒子上，第一个黄的是辣椒，第二个是花，第三个是草莓什么，也就是说第一个是素菜用的，这些素菜也就是番茄辣椒、茄子黄瓜都可以浇的。那中间一个呢是花，那就不用去管它了。那最后一个是什么呢？果子，就各种果子，就是它的大包装。那这个就很明显写着 organic， 看到吗？这个 Miracle 这家公司呢，它好多这个肥料不是 organic 的，但是这是它去年刚刚新研究出来的 organic 的肥料。我去年买了2盒，我试着用了
它也是底肥吧，加底肥用的。我买的是植物的，第一个辣椒的这种，就是你放底肥的时候撒在土里翻一下，你可以种菜也可以育苗。像这样的肥料一般我都是底肥加好了以后呢，等它开花结果的时候我再追一下肥，也就是在它的周围撒一些，把土壤跟它混一下就好了。现在几乎打对折，你们应该去囤一点这样的货。我是因为去年买了3盒，用了1盒，还有2盒动都没动的，所以我就不想去买了。我买的时候就是10块钱的，不是5块9毛8的。接着我要说的是这家公司的颗粒肥，这个颗粒肥它完全是化肥啊，它不是有机肥，它写的清清楚楚，没有任何有机肥的，这是它的水溶肥。我待会再来说水溶肥啊。这个肥它有3种颜色，颜色在哪里呢？就在它的盖子上。刚刚那瓶橘红的呢是专门种水果的，你看它上面都有画着水果啊什么的。下面那个黄的盖子呢，它就是种菜的，辣椒啊、番茄啊都可以的。那紫的就是种花的。所以你一定要分清楚这3个颜色，其实很简单，只要看它上面画的这些图你就知道了。它因为是颗粒的嘛，所以你也是可以撒在地里作为底肥，也可以来追肥。我买的是黄盖子的肥，这个肥呢我是用在茭白、水芹菜，还有朋友用在西洋菜，因为这些菜呢都是有水，如果你用有机肥的鸡肥呀、马肥这种，就很容易生虫生蛆，所以呢我就会浇这样的颗粒肥。这个颗粒肥呢一般我会2个星期或者1个月撒一次。这个肥呢就是水溶肥，它这个肥花呀、果呀什么都可以浇的。我买了干嘛的呢？苗很小的时候我会浇一些这样的水肥，然后茭白呀、水芹菜呀，包括你西洋菜，就是有水的这些菜，你可以1个星期就很少的1 gallon， 只要1小勺薄肥多施嘛，1个星期施一次，这样你的茭白会长得非常的好，也没有虫，也没有蚊子。这些琳琅满目、眼花缭乱的肥，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跟你们都说清楚了。看你种什么，需要什么就去买吧，囤一些货，现在便宜呀。好吧，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谢谢你的关注。